注意看，眼前的这位姑娘可真是有够厉害的，不仅年纪轻轻，就独自负责起了婆家这上百亩的大鱼塘，更是一人将鱼塘里年久失修的简易住所翻修了个遍，准备在这里打造出一个舒适宜居的水上观景大宅。这不，一大早，姑娘就又在婆家的这片鱼塘里忙活了起来，准备在水面上搭建出一个可以休闲赏鱼的六角竹屋来。原本这片鱼塘一直都是由公婆负责打理的，可这么多年的操持下来，两人原本健硕的身体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衰老了下去，慢慢的也就有些负担不起现在的这项活计。虽说姑娘才刚刚嫁到婆家没几天，可对二老却是十分的孝顺。为了让二老能够安安心心在家养老，于是便直接找到公婆，从两人的手中把这片鱼塘给接了过去，独自打理了起来。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仔细观看姑娘究竟是如何在水面上搭建六角竹屋的吧。相信您看到最后一定会明白，什么才叫做高手在民间。可以看到，为了让修建好的竹亭能够在水面上漂浮得更加稳固，姑娘先是花费了大量的气力，用竹筒修建出了一个六边形的基座。等将基座搭建完成并放入水中，紧接着就可以将制作好的6个四边形梁柱框架一个挨一个的固定到基座上，然后再用竹子在梁柱框架的上方搭建出上部的屋顶框架就可以了。等屋顶框架修建到位，紧接着姑娘又在田野里收割起了稻草。这些收割好的稻草经过晾晒后，将是姑娘铺设屋顶的重要材料。可以看到，在晾晒掉上面的水汽后，姑娘先是将这些稻草进行了一番规整，然后就开始用旗在屋顶框架上铺设绑扎了起来。等屋顶铺设完成，接下来就可以修建竹亭周边的防护结构了。姑娘先是加工出了一些稍短的竹筒，然后又沿着基座的外围开挖出了一些孔洞。等将这些竹筒固定到孔洞里，就可以继续搭建围栏上方的横向栏杆了。紧接着，姑娘又砍伐了一些绿竹子，准备继续增设围栏内部的竖向立杆，将护栏加工优化到位。到这里，整个凉亭的建造看起来已经差不多可以告一段落了。但为了让竹亭可以更加的美观，姑娘还准备再制作上一些装饰物，将凉亭给好好的修饰一番。到这里，整个凉亭的装饰就彻底的修建完成了。接下来，姑娘就需要花费一些心思，将修建好的竹亭给拖到湖水中央，并固定起来。怎么样？这样的姑娘，您觉得如何？满分10分，您又会打上多少分？欢迎评论留言。简直难以置信，竟然还有这样的夫妻，只因不想整日里都是忙忙碌碌、疲于奔波的在城市里打工生活，眼前的这个女人竟突然间对荒野大山产生了浓厚的向往，还时常感慨可以回到大山，在荒野里好好的生活上一段时间该是多么的美好。要说男人也真是十分的果敢，在得知了妻子的想法后，没有过多犹豫，竟直接辞掉了工作，然后两人一起来到了这座大山生活了起来。别看两人年纪不大，但却是十分的厉害，在野外生存上还真是把好手。仅仅靠着他们两人的力量，竟然全靠人工先后在这里一点点修建出了木屋厨房和浴室灶台，甚至还建造了大量的禽舍，圈养起了不少的小鸡和小鸭，在这里的生活可谓十分的滋润。考虑到居所的附近有条大河，为了出行方便更好的生活，两人今天就准备再好好的花费一番功夫，
制作出一只结实牢靠的竹木船来。可以看到，为了制作这个木船，两人先是用切割出来的竹片编制了一张不大不小的长方形竹编，而这张竹编就是制作船体的重要材料。紧接着，两人又根据测量好的标记，在地面上安插了10几根的木棍。接下来还需将这些木棍的顶部全部切掉一半，好预留出用来放置竹条的位置。等所有的木棍全部切割好后，就可以将提前加工好的竹条前后左右的各板放上一根，并用铁丝绑扎牢固。而这个绑扎出来的结构就是两人将要制作的小船的船体框架。到这里就可以将制作好的竹编抬到框架的上面，并使劲的踩踏以使其弯曲。同时还需再固定上一些竹条，以使整个竹编能够尽可能的塑形成船体的形状。等将竹编塑形到位，并放置一段时间进行充分的释放后，就可以对这些竹编进行全面的修整，将多余的竹条全部切割去除，以使船体的形状可以更加的规整。接下来还需用粗壮的竹片在船体的内部进行支撑，防止后续可能出现的挤压变形。同时，船尾部分的支撑后面还可以用来固定船上的靠椅，可谓相当的有用。等将所有的竹条、竹片全部绑扎到位，并切割掉多余的部分，小船的船体此时已经初具一番模样了。不过接下来还需进行一番相当重要的操作，两人制作出来的小船才能真正的派上用场。为此，两人早有准备，提前订购了一批水泥砂石，还有一张白色的纱布。在结清货款后，就可以着手这一步的处理了。没错，这一步就是给船体的内外全部涂抹上一层相当厚实的混凝土。不过为了让混凝土可以和船体更好的附着，在涂抹之前，两人先要将白纱布覆盖并固定在船体的外侧，然后才可以搅拌水泥进行涂抹。等将船体外侧抹刮均匀后，还需再放置上一段时间，以使混凝土充分的凝固成型。然后再搅拌上一些砂浆，再将成型混凝土的表面全部粉刷上一遍，这样可以更好的防止船体开裂，减少渗漏的出现。当然，对于多出来的纱布也需进行一番修剪，这一步也是相当的重要，不能马虎。等修剪完成，就可以将船体给翻过来并弄到水中，然后继续搅拌起水泥，将船体的内部也进行一番抹灰，以进行整体的加固和强化。到这里就可以加工出船桨和靠椅，等硬化完成后，就可以在船体上安装起来了。安装靠椅的时候，男人先是根据船尾的横向支撑，在靠椅上刻画出了标线，然后再根据这些标线浅浅的装订上4颗钉子。接下来只需与船尾支撑摆放到位，并装订在一起就可以了。至于船桨的安装也是十分的简单，先是用布条将固定船桨的部件与船边的竹筒绑扎结实，然后再用自制的麻绳将船桨也固定起来，就大功告成了。接下来还需拆掉之前为了防止船体变形加装上的多余支撑。不过在拆掉之前，还需先行测试一下小船在水中的滑行效果，等确保无误后再进行拆除。怎么样？这样的成品效果您又会打多少分？欢迎评论留言。简直是让人不敢相信，就是眼前这个看起来有些精明干练的年轻小伙，
只因对热闹繁华的都市生活产生了厌倦，竟一门心思地迷恋上了荒野建造、大山生存的原始生活。时不时的，总会一个人背着行囊，独自前往大山生活上一段时间。这不，此刻小伙就又开启了一次新的征程。在选中了这片溪流巨石之地作为自己这次的落脚点后，便开始在这里马不停蹄地忙活了起来。别看小伙年纪轻轻，但却是个实打实的荒野高手，不仅建造生存的本领堪称一流，更是经常挑战自我，对自己有着极高的要求。所以这次小伙就不准备采取常规的操作，伐树建屋，而是打算开挖粘土，修建炉灶，准备烧制出上千块的砖头和瓦片，然后在这里好好的修建出一个气气派派的砖瓦小屋来。可以看到，小伙先是在这里用10块泥浆砌筑出了一个方形地基的挡土墙，然后再通过填土夯实的操作，将地基给一点点的修建了起来。现在正在用板材制作着一个木槽，而这个方形的木槽就是小伙用泥浆来制作砖头的重要模具。当然，这样制作出的砖头还无法真正的用来建造房屋，必须经过高温烘烤处理过后，才能成为真正的建筑材料。所以小伙还必须要建造出一个砖窑来。对此小伙也早有准备，只需将这些砖头混合着泥浆一起砌筑，构建出一个前面为方形的窑体，用来进行放置和烘烤砖坯，后面再修建出一个用来排烟的烟道就可以了。当然，为了保证窑洞内的温度，修建的时候必须用泥浆将砖窑的内外表面和砖头缝隙涂抹到位，保证均匀严实，以减少热量的散失。等砖窑修建好后，就可以将晾晒在一旁的砖坯转运过来进行烧制了。可以看到，在投放好木材完成点火后，小伙将砖窑的前侧全部给封堵了起来，只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通风口。而为了更好的保证火力，小伙还打算用木板再制作出一个简易的鼓风机来。怎么样？看着小伙这让人眼花缭乱的丝滑操作，是不是打心底觉得很赞？不得不说，这样的小伙也着实是太厉害了。在鼓风机制作完成并进行烧制的同时，小伙又在一旁制作起了新的模具。没错，就是这个类似板凳的东西，便是小伙接下来用来制作瓦片的重要模具。当然，为了保证泥巴和模具之间的脱模效果，在上泥之前还需用草木灰将凹槽给拍打覆盖上一层，以防止粘连。在取出烧好的红砖，并放入其他的砖坯瓦坯后，小伙也终于是到了修建房屋的环节了。只见小伙先是沿着地基的内侧四边开挖出了沟槽，然后便开始用红砖和泥浆混合砌筑了起来。在将围墙砌筑好并留出门窗的孔洞后，考虑到房屋的防雨效果，还需在门前再修建出一个屋檐来。所以小伙并没有急于进行屋顶的搭建，而是在门前树立起了木桩，搭建起了屋檐的梁柱支撑。等屋檐的梁柱支撑和上部横梁以及屋顶的横梁支撑全部搭建好后，就可以继续用竹条装订出檩条，然后再用烧制好的瓦片将屋顶铺设起来就可以了。到这里就到了修建门窗以及搭建床板的建造环节了。小伙这一步的处理也是十分的丝滑，非常的老练。
看到这里，不得不让人佩服小伙精湛的技艺和精彩的创意。那么，对于小伙这次的建造成果，您又会打上多少分？欢迎评论留言。注意看，从没见过如此牛批的女人，只因被自己的闺蜜和男友联合欺骗，一怒之下，姑娘竟直接关掉了店面，然后独自一人背着行李来到大山，准备在这无人管理的荒野之地好好的生活上一段时间。原本姑娘是在几十公里外的小城市里做服装生意的，虽说并没有因此赚得盆满钵满，但姑娘的生活倒也算得上是十分的不错。可让姑娘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生活竟会因为2个人的背叛，突然之间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到现在，姑娘都依然十分清楚地记得，出事的那天晚上，自己的男友因为刚刚参加完饭局回来的时候，已经醉醺醺的不成个样子。就在姑娘刚刚把男友搀回到房间，准备让男友躺到床上好好休息的时候，一条短信的到来，却彻底的结束了眼前的一切。可以说，要不是亲眼看到自己的闺蜜发给男友的暧昧信息，姑娘打死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男友竟然会偷偷背着自己，私下里早已和自己的闺蜜有了不清不楚的关系。看着躺在床上不省人事的男友，一想到在将近小半年的时间里，这2人竟然没事人似的在自己面前照常生活着，姑娘的心中就不免的一阵恶心。可以说，这2个自己日常生活中最亲密的人，第一次让姑娘认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伪善。这样的经历也让姑娘一下子对目前的生活厌倦了起来，竟很快就生出了想要离群索居、独自生活的想法。于是，在迅速处理完手上的诸多事务后，姑娘便也毫不留恋地直接背着行李来到了大山，一个人开始在这无人管理的荒野之地修建起了居所木屋，准备过上一个这远离喧嚣、无人打扰的山野生活。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静心观看姑娘究竟是如何动手修建的吧。相信您看到最后，一定会被姑娘精湛的技艺所折服，惊叹果然高手还是在民间。此时可以看到，姑娘先是利用山上的竹木和水流，通过铺设好的水管，成功的给自己的住所供上了水，然后便又马不停蹄的开始在竹屋里的这片空地上，用泥土修建起了柴火灶。等泥土夯实到位后，就可以去掉木板，继续进行下一步灶口和烟道的开挖了。等柴火灶修建完成，姑娘便又从山上背来了一些竹木。姑娘先是削掉表皮，然后再锯成小段，紧接着便又用铁钉装订了起来。这次姑娘准备用其给家里的小狗制作出一个小窝来。等小窝的框架搭建好后，就可以继续用木板进行幕墙和屋顶的封装了。怎么样？看着姑娘这一手丝滑的建造手艺，是不是打心底觉得很赞？不得不说，这样的姑娘也着实是太厉害了。可以看到，在修建好狗窝并喂养好小狗后，姑娘便又再次忙活了起来。这次姑娘准备编织出一张竹垫，将木屋的后墙封堵起来。
对于这样的姑娘，你又会打上多少分？欢迎评论留言，简直是让人难以想象。就是眼前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年轻姑娘，竟会有着如此特殊的爱好。在同龄女性都在忙着逛街购物、宅家追剧的年代，姑娘却对这些并不怎么感冒，反而是带着自己的狗狗一起来到丛林大山，开始了野外生存、深山打野的艰苦生活。这样的行为让人在不太理解的同时，也不得不对姑娘的勇气和胆量表示佩服。毕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除了漫山遍野的荒草大树，可是有着不少的毒虫猛兽，事关生存居住的所有问题，都得靠姑娘自己一人解决，确实是十分的艰巨。不过，姑娘看起来却是云淡风轻，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在挑选好落脚点后，便开始马不停蹄地在此忙活了起来。不得不说，姑娘选择的落脚点确实是十分的特别，放着大片干燥舒适的坡地不选，却弄了个湿漉漉的瀑布下方的小水潭。之所以会这么选择，也许是因为美女都爱洗澡的缘故。至于庇护所的搭建，姑娘处理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直接从附近弄来了一些竹子，简单加工后，再用其搭建出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吊脚的竹木棚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静心观看姑娘究竟是如何进行这次的修建的吧。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时间就来到了第二天的早上。油腻腻的身体也让姑娘有了洗澡的打算。在用石块和泥巴简单的筑起一道堤坝，以使水体慢慢抬高的同时，姑娘便又到附近收集起了泥土，准备今天再搭建出一个土灶来，好在以后的日子里都能好好的制作上一些美食来。要知道，越是人迹罕至的深山密林，越是有着难得一见的野味。况且姑娘本身就自诩是一个资深的吃货，所以一想到那些馋人的野味，就浑身充满了力量，干得更加迈进起来。随着夜幕的降临，激动的时刻终于也是要来临了。而这些捕捉到的纯天然的虾蟹，只需经过简单的烹饪，就会化身成为姑娘今晚的开胃大餐。一个人，一条狗，一只猴，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样的生活也难免让人心生向往，有些羡慕了。